有2类人最容易上当受骗。第一类是那些想一夜暴富的人。很多人受到成功学的影响，认为人脉就是财富，四处交朋友。如果你是抱着人脉就是钱脉的想法去结交朋友，最后的结果就像草原上的羊，只顾低头吃草，等到狼来了却毫无察觉。即便拥有再多的社交关系，如果自身没有价值，这些人脉也毫无意义。他们对未来充满幻想，处处寻找机会，想着如何快速致富，认为只要投入一点点就能轻松赚到大钱。第二类是那些身处困境的人，他们急于摆脱困境，容易被他人利用。在面对困难时，他们常常感到焦虑和无助，因此只要看到一丝脱困的机会，就会盲目冲进去，结果往往是陷入更深的麻烦。当一个人遇到困境时，内心的焦虑会让他们更加迷茫，越想逃脱，反而越容易被困住。其实，这类人并不是被环境束缚，而是内心受到了限制。他们之所以容易上当，是因为人在面临困难时，天生就有避免伤害的本能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心等待机会的到来。比如，想象你被绳子缠住，越挣扎反而越紧。唯一的出路是保持冷静，认真观察，找到被困的根源，慢慢解脱才是明智之举。那么，什么样的人最不容易被骗呢？拥有分析能力的人，通常具备很高的危机意识，能够透视他人的真实意图。在他们看来，每个人的言行都有其目的和动机，他们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他们会像警察审问嫌疑犯一样谨慎，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。这是他们的优点，但也是缺点。因为他们对谎言的敏感度很高，反而对真话的识别能力较低。价值常常是经过包装的，许多企业透过包装来提升产品的吸引力，而这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骗人。只要不触犯良心，这种行销手法就会有效。包装利用了人们的错觉，间接展示了希望让人相信的内容。我曾遇到过一个成功学的老师，他口才了得，声称赚了很多钱，还说某老板为了陷他花了几十万。他的授课非常投入，激情四射，甚至多次讲到激动的吐血。我听得忍俊不禁，差点把水喷出来。他的目的是让我交钱成为他的代理。你会相信这样的人吗？大家要记住，怀疑是最重要的能力，用怀疑来验证事实，比轻信要好得多。我们从不担心被别人怀疑，因为我们的理念和课程是否有效，心中自有分寸，产品本身会说话。孙子兵法教导我们，兵者诡道也，在商战中，谁能绝对不骗人呢？答案是没有。我们公司曾有位销售冠军，后来才知道他在和顾客交谈时常夸大我们公司的规模，真实情况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大。这不是在骗人吗？人类自古以来就懂得如何利用谎言生存。马可·吐温说过，我们都说过谎，也都必须说谎。高手的撒谎技巧并不是全盘虚构，而是在真假之间找到平衡。通过掺杂一些明显的真话，才能让听的人更容易相信。在现实中，那些借钱的骗子往往不会一次借很多，而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信任。开始可能只借50块，之后再借100块，逐渐增加金额，直到对方完全信任，最后借一大笔钱就会跑路。遇到这种人要格外小心。有统计显示，成年人每周平均说1到3次谎言，其中1到2次是对配偶的。90%的人承认经常说谎，20%的人一天不说谎就会感到不适。调查显示，大学生在每3次对话中就有1次可能说谎。普通人也会撒谎，更不用说那些狡猾的商人了。我们需要识别骗子的能力，超越他们的手段。高手在撒谎时，往往会加上一句“其实你不必完全相信我”，这会让人更容易相信他们。当你上当时，不要责怪别人，而是要反思自己为何如此轻易地相信别人。动物在伪装方面也很聪明，
比如猫打架时会竖起全身的毛，制造体积变大的错觉。在商场上，像这样的猫人比比皆是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